卡普空，你有罪！一瞬千机，格斗遊戲史上最偉大的必殺技，30億年前無數作品爭相模仿，無論是演出效果還是背景設定，都是整個格鬥遊戲史上最出色的設計之一啊！結果現在你就是把它給埋沒了。看看那些視頻裡的彈幕就知道了。我拿引以為傲的秒殺維嘉、腳踢轟鐵跟阿修羅5-5開的一瞬千機，居然被他們說成了老頭冒煙。我氣呀，我恨吶，我渾身顫抖發冷。今天我要狠狠的嚴厲批判卡普空街頭霸王6。30億年前偉大的必殺技，現在被路人笑成老頭冒煙，天天就跟你那逼通行證和小人皮膚。今年年終補丁更是史無前例的少，進完末的自己做 UI 賣幾十塊錢，簡直是。我母ちゃんが教えてくれたいろんな見た目になれるアプリなんだって。阿門陀佛。話說回來啊，跟很多不了解的新人玩家，或者說這一座才入坑的玩家說道，瞬域殺在格鬥遊戲中的分量呢，相當於是寶可夢對整個地球的影響力啊。所以說好鬼是作為一個趕工的角色上場的，他是只用了6到8個月就設計出來的角色，但一經出場就秒殺了當時街霸2中設定最強的角色維嘉，其關燈後快速閃過如繁星般的拳光，維嘉就直接被他秒殺在地。對於當時那個時代的玩家來說，其場面很難不為之震驚啊！我想肯定有人不信，老頭冒煙就是老頭冒煙，哪來那麼多閒話講？還單開一期講一個必殺技，愛扯把子的很哦。但是你們看，從好鬼第一次出現在大眾視野到現在為止，尤其是在老街機時代，有特別多的作品都對瞬域殺有着非常大膽的致敬，可見其影響力啊是有多大了。那最開始的瞬域殺是什麼樣呢？這一招有多大的魅力，讓這麼多作品啊都樂於致敬這個如此經典偉大的必殺技呢？我們先從最單純的視覺呈現開始說起。在街霸5之前的傳統瞬域殺，都是先有一個大招的停頓，擺出一個阿修羅的起手式，隨後以一個脫離人類範疇的漂浮，逐漸飛向對手。首先，常人除了晚上以外，一般情況下是無法進入飛行模式的。在街霸宇宙中，能隨時隨地使用飛行模式的角色屈指可數，所以在這招觸發特寫之前就給出了信息，交代這一招啊不是一般人能夠練成的。當我們飛行到與對手貼身，整個屏幕開始黑屏，這個設計非常巧妙。從視聽的視角出發，設計師關閉了我們最直觀感受外界的視覺，只留下最關鍵的 UI 界面以及待會兒我們會看到的少量信息。經常 play 的人可能知道，當你視覺被阻擋的時候，身體其他感官會變得更加敏感，從其他渠道接收到的信息也會更加強烈。設計師通過關燈這個巧思，不僅是暫時關閉了我們最直觀能感受的信息窗口，為後續的精彩部分做鋪墊，同時還強化了我們對聽的接收信號。這個時候，一段密度極高的擊打音效的同時，出現了擊打時的特效效果，搭配音效同步從畫面中出現，血條又隨着視覺快速降低，就像寸止後突然火山噴發。乍一看啊，只是關燈加特效這樣的簡單畫面，實際上設計師就在這短短的幾秒的時間裡，就呈現了一段無法比擬的視聽體驗。要我說，不是卡普空在打擊感這塊設計的是真牛逼吧？後續在5代之後的瞬域殺也逐漸加入了更多的意境，像好鬼的原生瞬，短短幾秒循序漸進，直到最終快要到極限，隨着一聲轟鳴出現了神人2招。僅隔1代振作，瞬域殺的表現就瞬間被抬高了幾個台階。另一個值得說到的是卡給，作為龍的心魔表現得更為狂妄。哥們兒，不要什麼前戲，觸發特寫啊就是極限時速，像極了在龍泉山飆車的男神女神向前衝啊！只可惜沒辦法找他們來說一說那種體驗到底是有多爽啊！不過珍愛生命，遠離飆車哈，扯遠了。聊完視聽體驗，我們再來看看它招式的屬性。其實，在6代之前，大體上是可以分為2種和一個算得上是變種的類型吧。第一種效果啊，就屬於純指令頭，也是最常見的一個版本。通常情況下是無法用拳腳帶入進去的，除開一些特定情況。就比如說，我的好朋友告訴我，街霸33的好鬼在特定情況下可以使用5HK 帶入瞬域殺，又或者是4代 SA 命中對手後的瞬域殺，5代下重拳打碎康之後的瞬，都是屬於特定情況。而這種瞬域殺自身呢是帶有全身無敵的，不僅是可以用來凹瞬，還可以用來對空。然後最經典的玩法，也是好鬼玩家樂此不疲的一種抬手瞬，通過一些拳腳的前摇來取消出瞬域殺，可以打得对手出其不意。當初這個瞬域殺的癮啊，絲毫不亞於如今愛喝酒的傑米和愛看天空的老桑他們，並且又是因為他的指令出法非常獨特，門檻也相對較高，所以你每次成功抬手瞬到對手的時候呢，得到的滿足感是非常之高的。
那第二種是啥呢？主要區別是在判定上呢做出了區分。這種瞬移殺除了正常出以外啊，是可以帶入進連段當中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卡给的瞬和許多涉及到好鬼的外傳作品中。虽然這種功能性是豐富了，但其問題是他們的操作門檻就降低了。对比抬手瞬帶入連段的瞬，在斬殺對手後獲得的滿足感是遠遠不及第一種的。那第三種啊，也是外傳偏多，僅在4代歐尼特有的空中瞬移殺。歐尼是好鬼的鬼化版本，整個人變得更加猙獰兇殘，自然招式表現上就該更強一點吧。所以他也是少有的在正作裡可以用空中瞬的角色。這個招式的屬性，無論對手是什麼樣的狀態，都是可以直接觸發的。最經典的2種帶入方式是電波之後的低空瞬，在收招的過程中木壓2次清拳，隨後前跳和輕腳重拳要在指令殘留的時間內觸發。一個就是空中反摇拳複合2個清拳，看到打中對手了就立馬出剩下的指令。這個難度啊是要比第一種還要难上許多，反饋感也更加強烈。可惜的就是啊，只有歐尼才可以做到這一招。OK， 我們鋪墊了這麼多啊，該回到正題了。那麼到這裡啊，大家應該清楚了瞬移殺在整個格鬥遊戲中的地位與其中招式的表現效果判定了，对吧？那怎麼現在的好鬼就經常被人笑是老頭冒煙呢？先看視聽表現，我只能給到卡普空1點創意分。這一代啊是把曾經的閉幕效果具象化，我得承認無數分身的場面十分震撼，但可能就是劇場開燈太亮了吧，加上觸發的一瞬千擊4個字啊變成了正中間豎着的一排，就怎麼說呢，少了點情懷吧。那判定效果呢，卡普空他罪就罪在千不該萬不該把好鬼瞬移杀發生的无敌給刪掉了，並且這一代我們再也玩不到抬手瞬了，不給无敌帧能不能凹都不說了，像对空瞬這些其他功能性方面的可玩性呢也徹底是没有了。当初好鬼玩家熱衷的抬手瞬呢也不复存在了，這些可是瞬移杀最好玩的地方呀。現在還剩什麼前瞬和連段中帶入的瞬移殺，只有前者對比玩家的反饋會更多一些。儘管這一座呢有了綠衝和迸發，多了一些綠衝瞬和一些不僅限於迸的騙招瞬，但這些啊都很難看到過去那種樂此不疲的玩法了。最後啊是被現在笑成老頭冒煙的發動特效，因為沒有無敵帧了，只要對手壓得夠穩，自身丟掉了所有資源，渾身還要冒一團黑色的煙霧來展示自己操作上的失敗。曾經最偉大的必殺技變成了如今小丑一樣的招式，可笑啊，可恥啊！卡普空你就是罪人吶！大家啊，祝我一鍵3連，艾特他們的官號，讓我們匯聚各大愛好人士，呼籲下個版本加回無敵帧和抬手瞬吧！給卡爹啊，跪一下啦！最後一個問題，如果我不是禿頭，你還願叫我一聲藝術家嗎？我是禿頭，一位草根藝術愛好者，我們下期再見。